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互相进行导弹袭击，使得双方矛盾更加激化。不过，面对无辜挨炸的平民，西方却玩起了双标，这一切却被中国卫星看得很清楚。据西方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在准备用精确制导炸弹攻击某栋大楼前，会事先打电话通知楼里的人员撤离。然后，西方媒体抓住了这一点，大肆宣传以色列军队进行的炸楼行动，主要是为了震慑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不想殃及无辜，并且大量降低附带损伤，这是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也有人表示，哈马斯武装也会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因此以色列进行对等回应很正常。而且他们把炸毁范围控制在一栋楼，已经是仁至义尽的。然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真的只是对等回应吗？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此前有过多次高光表现的中国遥感卫星吉林1号再度登场，前往加沙地带拍摄到了事情真相，同时也戳破了西方的虚伪。在吉林1号卫星的视角下，可以看到加沙地带被以军炸弹轰炸过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军队的确是针对一些高层建筑发动特定的炸弹袭击。不过，在以军炸弹轰炸过后，该区域内的一栋或者数栋楼也被夷为平地。此外，我们也能看到，以军袭击的区域往往是有着密集建筑物的平民集中地，往往一栋楼被炸，能让周边很多平民感到恐惧。而除了拍摄到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轰炸，中国卫星还拍摄到了哈马斯武装针对以色列的火箭弹袭击。得益于铁穹防空系统的保护，哈马斯造成破坏的地区往往是在郊区或者是工业区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通过中国卫星，我们可以看到被哈马斯武装火箭弹炸毁的储油罐以及森林树木，但可以看出周边并不是居民区。得益于吉林1号卫星高清分辨率，我们也能直观感受到此次巴以冲突的场面。而从卫星对比中可以知道，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真的仅仅是在行使自卫权，以军真的只是给予对等回应。以色列炸弹又真的是为了降低附带损伤。有中国军事专家分析称，光从这一点上来看，以军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降低附带损伤，反而是为了扩大附带损伤。说以军真的有特定目标的话，实际上对于这些高层建筑，他们完全可以用钻地弹、激光制导炸弹或卫星制导炸弹实施精确打击。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以色列其实并不知道这些楼里有没有敌人，也正是因此，他们才会打电话通知楼里的人。很显然，以军其实就是针对显眼的建筑进行定点轰炸，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击敌人，而是为了恐吓加沙的居民，告诫他们不要去支持武装组织。也就是说，以军的行动就是在针对平民。试问，如果有人打电话通知要炸毁你的家，这种行为真的能够被称得上是人道主义吗？好在这次有主持公道，不让犯罪被掩盖。表面上看，目前聚集在俄乌边境的俄军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这条危险的边境线上依然暗潮汹涌。之前乌克兰当局的代表判断说，俄罗斯可以从3个方向发动对乌克兰的突然袭击，那么现在这种袭击的范围可能更加扩大化。乌克兰安全局局长伊万·巴卡诺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论坛上讲话，俄军目前入侵乌克兰最多有6个重点方向。巴卡诺夫表示，目前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和克里米亚仍然维持有10万多人的部队，大量技术装备被布置在边境上，包括坦克、飞机、军舰、直升机、导弹和火炮，以及大量的营级战斗部队。巴卡诺夫先生向乌克兰国家安全论坛的参加者展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的蓝色箭头表示俄罗斯军队可能的入侵方向，那么乌克兰有多么腹背受敌。伊万·巴卡诺夫认为，俄军可以从6个方向进攻乌克兰，第一个方向自然是顿涅茨克。巴卡诺夫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一定会占领和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领土，俄军必须支援当地民兵武装，防止他们被优势的乌军兵力歼灭。第2个方向是克里米亚半岛，俄军可以占领赫尔松和尼古拉耶夫地区，这里是乌军进攻东乌的出发地，也是乌军重要的侧翼。进攻此处可以威胁乌军的侧后方，使得乌军无法有效攻击东乌。自然，乌军也知道这个方向的重要性，在此地部署了大量的兵力，并修建了不少的防御工事。乌军还将不少技术兵器部署此地，如龙卷风火箭炮和圆点战术导弹，希望以此来拦截俄军。第3个方向是斯洛伯汉斯克，这意味着俄罗斯将进攻哈尔科夫地区。
哈尔科夫地区是苏联时代乌克兰重要的工业区，也是乌克兰现在的经济重心所在。俄军进攻此地可以迅速造成乌军后勤和工业体系的崩溃。另一个用处是造成此地大多数乌克兰居民的恐慌，使其丧失抵抗俄罗斯的信心。第4个方向是苏梅和库尔斯克边界方向，俄军在库尔斯克驻扎有重兵集团，这里开阔的地形也有利俄军机械化部队的展开。攻下苏梅后，俄军向西可以威胁基辅，向东可以和哈尔科夫连成一片。第5个方向是摩尔多瓦方向。从巴卡诺夫提供的地图来看，这是摩尔多瓦的俄军对敖德萨地区的一次进攻。俄军在那里驻扎有维和部队，而且可以随时空运增加此处的兵力。第6个方向是白俄罗斯，这里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界处，是广阔无人的森林地带。由于乌军大批兵力已经布置到前线，这里变成了薄弱的后方，俄军可以借由丛林的掩护发起快速攻击。边界距离基辅最近距离只有100多公里，是俄军抢占基辅的最好位置。伊万巴卡诺夫先生表示，今天乌克兰65%的领土是脆弱的，其余地区也要求我们提高警惕。虽然近些年来乌军尽可能重建了一批部队，军队总数号称恢复到了20万之众，但各支部队获得资源是不一样的，这导致各个部队的装备、素养、战斗力差距明显。但如果考虑到防卫庞大的乌克兰本土，20万的兵力也是捉襟见肘的。而俄军可不像乌军鱼龙混杂，各路部队都具备强大的战斗力，如果乌军不小心应对，俄军可不会给对手亡羊补牢的机会。据防卫新闻网的报道称，装备中国国产 WS-10B 发动机的歼10战斗机已经进入中国空军服役，这也表明中国对这款新发动机的成熟充满信心，是中国战斗机航发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发布的图片显示，隶属于空军某作战旅的歼10战斗机现身实弹演习场，而这架歼10C 安装有 WS-10B 改进型太行涡扇发动机独特的排气喷嘴，这标志着 WS-10B 首次正式出现在实战部署的歼10上。由国产发动机提供动力的歼10的确是中国航空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表明中国现在对 WS-10B 的性能和可靠性感到满意。至少从2011年起，中国就一直在歼10上测试国产发动机，在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所属的歼10B 和歼10C 试验飞机上都可以看到该发动机，但直到2019年第4批歼10C 的生产，才初次看到该发动机开始在作战部队的飞机上使用。这些最初带有 WS-10B 发动机的战斗机何时被交付给中国空军，目前还不得而知。中国出于保密没有例行公布。撰写过几本有关中国军用航空的书籍的军事专家安德烈亚斯·卢普雷希特认为，位于汕头的中国空军的一个作战旅是第一个接收安装国产发动机的歼10的部队。在过去的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在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方面可谓突飞猛进，但在航发领域遇到了一些的麻烦。虽然中国的太行发动机早已装上国产的战斗机，但一直都是用在双引擎的沈阳制造的歼1B和歼160上，但中国仍继续使用进口的俄罗斯 L31发动机为沈阳的歼15舰载战斗机和成都的单发歼10提供动力。连中国大多数的歼20也都在使用俄制发动机，只有少数歼20在测试国产发动机。这一切都显示，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太行发动机的信心不足，包括可靠性和寿命。中国的航发寿命远低于欧美发动机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还低于俄制发动机，就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航空业的依赖，而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引进发动机。在2018年珠海航展上，中国借助一架歼10B试验机，首次向全球展示了推力适量 WS-10B， 令全球为之惊艳。这显示了中国虽然遇到困难，但仍在积极向上拼搏。特别是中国想要借此机会完成对适量推力技术的突破，实现歼10机群的性能提升。而如今 WS-10B 登上歼10，意味着中国的努力并未白费。下一步，中国的目标就是为其隐身的成都歼20战斗机开发 WS-15发动机，为西安的运20空中运输机开发 WS-10高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而此时此刻，对中国航发威胁最大的依然是俄制发动机，包括苏57开发的产品30发动机，而这些发动机中国目前都没有对应产品。即便中国开发出了对应产品，如果参数比不上俄制产品，中国依然会无法抗拒引进这些高性能产品。因此，对于中国航发企业而言，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其实，国际上对伊朗的武器禁运早已经到期，但美国依然不依不饶地封锁着伊朗，并派遣第5舰队的舰只在海上拦截伊朗货轮，可以说无理至极。日前，在阿拉伯海的国际水域发生了一起事件，
在那里，美国的一艘巡洋舰拦截并扣留了一艘身份不明的伊朗籍船只。在登船检查后，美国称船上装有俄罗斯和中国生产的非法武器。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新闻报道显示，美国已经扣押了该船，并收缴了所有的武器。第5舰队称，在公海上，美国蒙特雷号巡洋舰意外地偶遇了一艘身份不明的可疑船只。美国海军首先派出舰载直升机对其进行侦查，然后以小艇进行登船检查。第5舰队的新闻所述，此次检查符合国际法。在检查过程中，美国水兵发现了大量的非法武器，船上除了杂货外，还有俄罗斯制造的数十枚反坦克导弹，中国制造的数千支卡拉什尼科夫56式突击步枪，以及数百支卡拉尼什科夫机枪。此外，该舰还装有大量的榴弹发射器、瞄准性和狙击步枪，从其规模来看，足可以武装一个中东地区的地方军团。美军扣留了伊朗船只整整2天的时间，5月6日至7日，扣押期间，美国海军水兵对船员进行了讯问，之后将其释放。船东和货物所有人以及最终目的地的身份仍在调查中，目前尚无美国人将缴获的武器运往何处的报道。蒙特雷号是一艘康提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隶属于美国海军第5舰队，该舰队负责印度洋西部和布苏湾作战。由于国际上甚至欧洲都反对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因此美国只能亲力亲为地派出军舰执行此类封锁任务。由于这里是公海，美国不得不动用强大的巡洋舰来执行如此简单的登船检查任务。对于美国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向伊朗出售非法武器，则纯粹是美国的无理取闹。首先，武器禁运已经结束，中俄向伊朗出售武器合情合理。俄罗斯甚至表示，即使禁运期间双方的武器交易仍在顺利进行。其次，该船搭载的轻武器都是价格极为低廉的货色，大多数伊朗早就能够自产，根本不需要外购。就算外购，中国千里迢迢运几把枪过去，运费都比枪贵，而俄罗斯更没有必要。俄罗斯本土跟伊朗只隔了1个里海，完全可以就近水运过去，船只怎么可能开到阿拉伯海？因此，美国人只是借机指责一下中俄，其实根本站不住脚。那么，这艘船只究竟从何而来，到哪里去呢？分析师认为，该船应该就是伊朗本国的船只，用来运输武器给中东的其他叶式派武装的，比如也门或者利比亚。当然，这些武器并非什么昂贵的装备，所以对伊朗而言损失并不大。